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我和徐燕在一起5年，在25岁生日那天，她抛下我去机场接她的初恋。这次我没有哭闹，她的朋友说先服个软，沈乔会原谅你的。徐燕不屑一顾，过不了几天，她自己就会回来的。我1个星期音讯全无，徐燕破天荒给我打电话，语气不耐烦，这种把戏你还要玩几次？电话那头传来男人礼貌的声音，不好意思，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和徐燕在一起5年，我25岁生日，徐燕答应陪我一起过，时间约好晚上6点钟，可是等到7点，徐燕还是没有来。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都没有人接听。瞧，可能是燕哥有事耽误了。要不我们先开始吧，别等他了。我摇摇头，我真的很想和徐燕一起过一次生日。我们2个在一起5年，他却从未陪我过一次生日。铃声终于响起来，是我给徐燕设的专属铃声。阿燕，你在哪？怎么还没到？今天小白回国，8点的飞机，我去机场接他。可是你明明答应的，今年陪我过生日的。沈乔，你别这么不懂事。小白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再说这么晚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回去，我不放心。可是徐燕直接挂了电话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闺蜜陈玉赶紧安慰我，乔，他徐燕不来，你还有我们呢，不能为了一个男人伤心。就是今天你过生日，快把蛋糕拿过来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让大家不高兴，强颜欢笑，和大家伙一起吹蜡烛、切蛋糕。乔，你许得什么愿啊？我勉强笑笑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这晚我喝了许多酒，醉得连路都走不好。陈玉要带我去他家住，可是我一个劲的要回家，内心幻想着徐燕也许会回来给我过生日。陈玉没办法，只好给我送回来，还千叮咛万嘱咐有事给他打电话。我坐在客厅等了1晚上，徐燕没有来，甚至一条祝福的信息都没给我发，年年都是如此。小白是徐燕青梅竹马的白月光，出国留学，每年都会回来一次。好巧不巧，正是我生日的那几天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徐燕都会消失几天，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，好像从我世界消失了一样。因此，我们虽然在一起5年，他从未陪我过一次生日。手机上的时间已经跳到了0点。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，我看着手机上徐燕的头像，给她发了一条信息：我们分手吧。因为喝酒太多，我一直睡到第2天10点钟才醒。我拿出手机，徐燕没有回复，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想什么呢？只要小白回来，我在徐燕哪里就成了透明人。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浑身不舒服，不想做饭，打算下楼吃个早餐。我简单收拾一下，刚打开门，就闻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香味。谁家做饭这么香？对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屋内飘散出阵阵香气。沈小姐，哈！对面的男人叫陆泽，2年前搬到这里，是个单身白领。陈玉当时看见了，直夸我好福气，有这么帅的男人当邻居。陆泽站在门口，穿了个白色 T 恤，眉眼清秀，身材有型。昨天晚上你好像喝醉了，今天好些了吗？啊，还好，这么丢人的事怎么让他看见了？我家里正好煮了粥，要不要来1碗？呵呵，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不争气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唤起来。我尴尬地笑，男人露出一个我懂的表情。你等一下。陆泽进去了几分钟，
拿着一个保温饭盒递给我，这是我做的早饭，沈小姐姐不介意尝尝。这怎么好意思？陆泽笑笑说改天请她吃饭就好。我抱着饭盒进屋，里面是一碗小米粥，2个小笼包，一个鸡蛋卷，简单不失营养，香喷喷的，让人食指大动。吃了早餐，陈玉发来消息，约我喝下午茶。地点是我们常聚的咖啡馆，听说徐燕现在还没回来，陈玉将她破口大骂一顿。瞧瞧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为他生气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和他分手了。陈玉一口咖啡喷了出来，你说真的？你早就该和他分手了。5年真心给一个装着别的女人的男人，怎么看都不值。这5年，我和徐燕吵吵闹闹，可是每次都没能分手。我拿出手机给陈玉看我给需要燕发的信息。不会吧，你都要跟他分手了，他都没回你。这样的男人不分手留着有什么用？陈玉提出晚上去找一帮朋友陪我借酒消愁，我拒绝了。昨天喝的有点多，我回去休息休息，我的酒量其实很差。瞧瞧你不会想不开吧？想什么呢？我只是回去休息休息。我买了奶茶回去，刚到家就收到房东大姐的信息，告诉我房子下个月要到期了，还要继续租吗？说起来，这个房子是徐燕给我租的。当初我大学毕业，本想回老家发展，徐燕让我留下来，说她不能离不开我，甚至提前把房子租好了，租金也是一下子付了3年的。我当初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，想都没想就留了下来，谁成想房子都到期了，我和徐燕也没个结果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回复房东说不续租了。我回想起这5年和徐燕的一点一滴，我是大学期间认识她的，她是我的学长，五官硬朗，身材一流，暗恋她的女孩子不少，我也是其中一个，只是没想到她会回应，暗恋的男神也喜欢自己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却不知徐燕之所以和我在一起，是因为她青梅竹马的白月光出国了。我叹气，当时我知道徐燕心里有个白月光，一点都不慌，心里想着只要我一心一意对她，总会感动她，让她看到我的好。不想过了5年，我仍旧抵不过她的白月光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告诉自己分手了就不要想这些。我打开电视，正想看看剧分散一下注意力，一眼瞄到了桌子上的饭盒。我这才想起早上陆泽请我吃饭，饭盒还没有还回去。我按了对面的门铃，门很快开了，陆泽一身运动装站在门口，身材心长，比我高了半个头。谢谢你的早饭，饭盒已经洗干净了。陆泽接过饭盒，我刚做好了晚饭，一起吃怎么样？这不大好吧？因为早上10点多才吃饭，中午出去那会我就没吃午饭，这会还真有点饿了。若有若无的香味飘出来，我终究没有抵抗住，跟着陆泽进屋了。桌子上摆着4菜1汤，色泽诱人，香味四溢，让人食指大动。刚开始我还矜持一下，吃了几口，发现这菜不知卖相好看，味道也十分不错。慢点吃，别着急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可乐？喝果汁吧，健康一点。陆泽不由分说，拿来了一大瓶果汁，给我倒了一杯。虽然我内心想喝可乐，不过吃人手短，只好喝果汁了。半小时后，陆泽看着4个空空的盘子，夸我胃口好。我脸上有些发烧，真是没出息，在帅哥面前吃这么多，形象都没有了。吃了饭，陆泽说我吃了这么多，应该去散步，不由分说地拉着我下楼散步。
这个小区环境很好，我们两个走在树荫下，微风阵阵，凉爽惬意。我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陆泽说女孩子喝酒要适量，喝多了可不好。我说那天是我生日，陆泽说是高兴，所以喝多了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说因为我分手了。我只好换了个话题，夸他做饭好吃，他女朋友真有口福。陆泽说他现在还没有女朋友，如果我喜欢吃，可以天天去他家吃。我的心微微一动，忽然想起我快要搬走了，只好拒绝他的好意。陆泽忙问为什么？我和陆泽说我前几天和男朋友分手了，这房子是他付的租金，我是不能继续住在这里的。我那时候满心满眼全是徐燕，心一软就答应了。如今我们分手了，房子肯定不能再住了。我说下个月房子就到期了，我这个月就要搬出去，何必这么麻烦？正好我有个朋友在这小区有个房子，他人在国外，让我帮着他照看房子，你可以先住进去，这不大好吧？这个小区房租并不便宜，我带你先去看看再说。陆泽不由分说带着我去看房子，那房子在小区最好的位置，整栋楼都是大户型。上楼一看，果真很大，客厅开间足足5-6米，装修风格正是我喜欢的。我自己一个人住不了大的房子，房子很好，可是我租不起呀。陆泽微微一笑，我这朋友常年在国外，他说这房子空置久了不好，就想找个人帮着照看照看，租金什么的都不在意。这房子一应俱全，你要是愿意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了。看我面露犹豫，陆泽安慰我，你房子过几天就到期了，住在这里先过渡一下，等你找到了新房子，再搬出去也不迟。如果你想感谢我，就请我吃饭就好。我第二天就收拾行李搬了进去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只是拿了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，家具和电器都不是我的，一个上午就收拾妥当。为了感谢陆泽，我请他出去吃饭，让他挑地方，他选了一个西餐厅。你想吃牛排？我知道一家店牛排很不错。陆泽摇摇头，说他比较喜欢吃那家西餐。无奈我只能同意。那家西餐厅消费中档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里环境优雅，气氛浪漫，去那里吃饭的多是情侣。我和徐燕曾经也来过这里。看出我神色低落，陆泽询问道：怎么了？看你好像不太高兴，是不喜欢这里吗？我们换一家？没有，就是想起以前和朋友也来过这里。朋友？我认命的叹气，是前男友，我们3天前刚分手。陆泽露出一个微笑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话倒是没错，不过听着怎么感觉怪怪的。陆泽说这里的红酒不错，点了1瓶。女孩子喝一点红酒，美容养颜，不过不能多喝。我喝了几口，感觉味道不错，就多喝了几杯。不想这酒后劲很大，我和陆泽回去的时候，脑袋晕晕乎乎的，全靠陆泽扶着我。我记得陆泽把我扶上车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第二天醒来是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我看了好几圈，直到看见一旁的包，我才想起这是我新搬的家。昨天我似乎喝多了，没有胡言乱语吧？我看了看，时间已经7点多了，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香味。我来到客厅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早餐。你起来的正好，快来吃早餐。连续3顿饭吃陆泽做的饭，昨天请人家吃饭，自己还喝醉了。我讪讪地坐下，偷偷地看着陆泽。
她穿着白色的衬衫，领口微微敞开，性感的喉结若隐若现。我连忙低头，内心深深自责。沈乔啊，沈乔，人家就和你吃顿饭，你就觊觎起人家美色来了。女孩子一定要吃早饭，饮食不规律对胃不好。陆泽完全没注意到我的窘态，自顾自地吃起了早饭。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我不放心，就留下照看你了。这个房子有好几间房，我住的那一间。我更加尴尬。陆泽仍旧没有注意，吃了饭匆匆出门了。今天公司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我坐在餐桌前，莫名感觉有些温馨。嗨，想什么呢？我打断自己的胡思乱想，吃了饭收拾好碗筷。今天是星期一，忙碌的一天让我的心情稍稍放松。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我厚着脸皮第二次邀请陆泽吃饭。陆泽却说他已经在家做了晚饭，让我早点回去吃。总觉我两个相处模式有些怪怪的，可是又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不过天天吃人家做的饭不大好吧？我打算回去和陆泽说说，又是租房子，又是做饭的，这得多大的人情啊！回家才发现，陆泽在我新租的房子做饭。一进门，香味四溢，陆泽扎着围裙，正将最后一道菜端上桌子，贴心的让我先去洗手，马上开饭。我看着桌子上的4个菜，情感战胜了理智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吃完饭，照例要去散步的。楼下遛弯的大妈看到我两个，笑着道：“小两口散步呢？”我面红耳赤的刚想解释，陆泽恰在此时递给我一瓶水，告诉我女孩子应该多喝水。等我喝了水，大妈已经走远了。我看着大妈远去的身影，觉得应该解释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散步回去已经7点多了，陆泽送我上去才离开。我躺在床上，怎么想都觉得我两个这样子是不是不太正常？可是人家也没有说什么，帮我找房子，还给我做饭吃。我该怎么说？我不住你的房子，不吃你做的饭。可是陆泽做的饭真的很好吃，怎么会有男人做饭这么好吃？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第5天的时候，徐彦中终于给我回信息了。乔，别闹，小白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等他走了，我就去找你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了想，还是回复了一条：不必了，谢谢。你送我的东西我都放在出租屋了，你有时间过去拿吧。过了很久，徐燕才回复道：沈乔，每次都这样，你觉得很好玩是吗？平复已久的情绪又酝酿起波澜，我懒得理他，直接拉黑。本以为会清静，没过多久，周良打电话说明天晚上他女朋友过生日，邀请我去聚聚。周良和徐燕是哥们，和我是同学，说来我和徐燕认识也是因为周良的关系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推说有事不去了。明天晚上我和陆泽约好了吃饭。是不是因为徐燕？明天晚上你来，我让他给你赔罪。果然是。周良，不用了，我们俩已经分手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第2天下班的时候，周良和他女朋友居然来公司门口接我。我今天真的有事情，已经约了人。乔，你就去露个脸就行。真的，有什么大家当面说清楚就好了。我想了想，当面和徐燕说清楚也好，要不然他还以为我是在和他耍脾气。我和周良说，我去做一下就回去，今天晚上真的有事。周良喜出望外，连连点头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发短信告诉陆泽，今天突然有点事情，可能要晚一些到。
陆泽立刻回复说他可以来接我。到了包厢，徐燕果然也在，我自觉地坐在距离他最远的位置。燕哥，你看我可给乔乔找来了，人家原不原谅，可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徐燕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推过来，这是小白送你的，我们两个真的没什么，你不要多想。我没有碰，转头对周良道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周良连忙挡住门口，乔乔，怎么刚来就走？徐燕也站起来，乔乔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我知道是我不好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平复多日的心绪变得心烦意乱，我讨厌这种感觉。我尽量心平气和，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。你还是在意小白？徐燕面露不耐烦，我都已经说了，我们两个没什么。你怎么不讲道理？我可以让小白亲自和你说的。徐燕说着就拿起电话。我再也按耐不住，忍不住冷笑道，我就是在意，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怎么样？徐燕腾的一下起身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讥诮地看着他，你和小白现在就断交，我就原谅你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我拿起包一把拉开周良，推门出去，燕哥，快去追呀！追什么追？分手就分手，这么不讲理的女人谁稀罕？周良还是不放心跟了出来，正在大门口和我解释的时候，陆泽开车到了。上车，我果断开门坐了上去。周良看傻了眼，你谁呀？陆泽面带微笑回答道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在周良的惊诧中，陆泽一脚油门绝尘而去。周良一溜烟回去跟徐燕通风报信去了。燕哥，你快和乔乔道歉吧，刚才有个男人给他接走了。徐燕想给我发信息，却发现被我拉黑。陆泽亏着我的脸色，没有带我去吃饭，而是带我去公园散心。怎么不去吃饭？生气的时候吃饭不利于消化。我摇下车窗，微风吹在脸上，让我的心情稍稍平复。我和徐燕这么多年，我的心情总是随她起起落落。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更喜欢平平淡淡的感情。比如陆泽，我侧眼偷瞄陆泽，想起他刚才的话，有些脸红。刚才他的话是故意替我出气吗？电话铃声拉回了我的思绪。我看了看号码，是周良，我想都不想就放在一旁。周良的号码打来好几次，我索性调成静音模式。我和陆泽去了露天烧烤，陆泽破天荒地要了几瓶啤酒。你不是说应该少喝酒？喝点酒，将心里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就好了。我说我谈了5年的男朋友，总是因为同一个女人缺席我的生日。以前我天真的以为我会慢慢改变他，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改变不了。我早就和徐燕说过，我不喜欢他和小白在一起，可是徐燕并不在意，还说无理取闹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分手了，为什么看到他还是会伤心难过？不知喝到第几杯的时候，酒杯忽然被收走。为什么不给我喝了？你今天喝了很多了，我被男人甩了，喝点酒还不行？给我，喝多了明天会头疼的。你又不是我家长，干嘛管我？陆泽笑了，他微笑的时候真的很迷人。我是你男朋友，让女朋友少喝一点不是应该的。我眼神迷离地看着他，你什么时候是我男朋友了？现在就是了，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们在一起后，我每年都会给你过生日，我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女人丢下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
陆泽柔声哄着，说着说着就带着我上车回家。我心中暖暖的，任由他拉着坐上车。你说过的话要算数哦。我睡过去之前说了这么一句，第二天醒来我就开始后悔，为什么又要去喝酒？不知道自己酒量不好吗？酒后说的那些话，陆泽会不会嘲笑我？醒了，陆泽轻轻推开门，我马上躺下装睡，还没醒。那今天做的红枣糕都是我的了，我立马翻身起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红枣糕？陆泽露出他很迷人的微笑。快起来吃饭了。我和陆泽面对面的吃早餐，平淡而温馨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你今天不去上班吗？陆泽每天上班都走得很早，现在都快8点了。女朋友昨天喝醉了，我当然要陪陪她了。我觉得我的脸上又开始烧了。其实哪个？昨天我说的话，陆泽忽然停下看我，我一向说话算数的。手机铃声恰到好处的响起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我接起来。喂，你好，沈乔，你在哪？是徐燕的声音。她的号码让我拉黑了，不知道这是谁的手机号。你有是吗？你昨天没有回家，你去哪了？我觉得莫名其妙，随即想到我搬家了，徐燕去了那个房子。我搬家了，你现在在哪？我过去找你。徐燕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对面一阵沉默，我正要挂断的时候，徐燕的声音变得柔软。乔乔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闭了闭眼，这句话来得太迟了。乔乔，是谁的电话？陆泽明明知道是徐燕打来的，还要故意凑到我身边说上这么一句。徐燕变了声音，你和谁在一起？周良说你交了男朋友，是真的？陆泽顺势拿过我的电话，你好，徐先生，乔乔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希望你以后不要打电话给她。你是谁？喂。陆泽挂断电话，顺手将那个号码拉入黑名单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早饭。我和陆泽就这么在一起了，每个周末他都会带我去爬山，去郊游，或者看电影。每天早上陆泽都会为我做早餐，晚上的时候我们吃了饭就去公园散步。陆泽加班或者聚餐的时候都会提前打电话告诉我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有件事不大对劲，这不是你朋友的房子吗？我们两个天天住在这里，这样不大好吧？陆泽微微一笑，我觉得这房子和咱们两个有缘，就买了下来。我对这个解释深深怀疑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偶然去物业，才知道这个房子的户主一直都是陆泽，根本没什么别人。我灵机一动，查了一下陆泽在我对面那套房子，户主不是他。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，陆泽的一切都是套路。陆泽回家就看到我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怎么了？气鼓鼓的。我今天去物业看过了，这房子就是你的，根本没有你说的朋友。陆泽认真思考一下，可能我记错了，我朋友的房子在隔壁那栋。你住在我家对面那个房子，是你租的？陆泽点头，没错。你有这么大的房子，为什么还跑去租房子？还是同一个小区？因为你住在那里啊。陆泽宠溺地捏了捏我的脸，我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小声嘟囔道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。陆泽温柔地抱着我，对我说他搬来这个小区就注意到我了，不过那时候我有男朋友，他不好下手。后来有几次他碰到我和徐燕在门口吵架，他觉得我们两个这么吵早晚会分手，为了避免被人捷足先登，他就去我家对面租了房子。
1个星期后，我在公司大门口看到了徐燕，她眉宇深蹙，脸上有一丝疲惫。她如我们两个刚刚热恋那阵，温柔地呼唤我：乔乔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乔乔，跟我回去，以后我们好好的，好不好？徐燕的声音似乎有魔力，我不自觉地想起我们两个热恋时候，每次她在远处这样呼唤我的时候，我都会欢快地跑过去，依偎在她身边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徐燕，因为我和小白。徐燕这次没有不耐烦，耐心地解释道：乔乔，我和小白5年前就分手了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以后不见他就是了。我曾经无数次质问徐燕，为什么要扔下我去找小白？徐燕每次都是不耐烦地说我胡思乱想、无理取闹，一次次的失望中，我早已心灰意冷。我轻轻摇头：徐燕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徐燕眼睛发红：乔乔，我知道还是生我的气对不对？我们回去就结婚，你不是一直想去 A 城？我下周就带你去好不好？恋爱5年，我一直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惜徐燕总是推说有事。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的结婚了，每次我和徐燕说到我们的婚礼如何如何时，徐燕总会下意识地转移话题。我轻轻叹气：徐燕，你不要这样。徐燕大步上前想拉我的手，我下意识的后退，退了几步就退到墙角，退无可退。一双指骨分明的手忽然伸出，拦在了我面前：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找我女朋友有什么事吗？陆泽挡在了我面前：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女朋友？徐燕冷笑一声：你们2个才认识多久？陆泽故作沉思地思考了一小会：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过是在我不在这段时间照顾了乔乔几天。你知道我们2个在一起多久了吗？我们在一起5年了。徐燕一脸不屑，倨傲地看着陆泽。陆泽露出一个标志性的微笑：你知道他生日是哪一天吗？徐燕愣住。每年的生日那几天，徐燕都去了小白那里，她没有陪我过一次生日，所以也不记得我生日到底是哪天。在徐燕的错愕中，陆泽拉着我的手离去。回去的一路上，我们2个都很沉默。陆泽没有带我回家，而是带着我去了车站。我奇怪地看他：我们要去哪？你不是说想去 A 城？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这会不会太仓促了？虽然我也一直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是这也太着急了，好歹也要回去收拾一下。需要什么，我帮你买。到了 A 城天已经黑了，陆泽不知什么时候订好了酒店，披星戴月的赶路。我没有一丝疲惫，反而觉得有些兴奋。我们2个一起去了 A 城最繁华的街道，最美丽的景点，吃遍当地特色美食。陆泽看上去端庄斯文，内里却非常浪漫。小小的红丝绒蛋糕会吃出漂亮的钻石戒指，然后便魔术般的拿出一束玫瑰送给我。他说他的房子太大，自己住有些害怕，需要一个女主人。我烧红了脸，陆泽上前为我戴上戒指。他说以后会天天做好吃的给我，让我吃胖一点。为什么？这样你的戒指就永远取不下来了。晚安。